第一课，一次成功的购物之旅。你找到所有需要的东西了吗？是的，幸运的是，所有东西都齐全。真是个好消息。你最喜欢的发现是什么？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陶瓷花瓶，它非常独特。听起来真不错。我一直都很喜欢手工制品。没错，每一件作品都讲述着自己的故事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。我非常欣赏当地工匠的创造力。说到创意，你看到那些手工珠宝了吗？是的，我注意到了一些精美的设计，它们很吸引我的眼球。我差点就买了一副耳环，它们太漂亮了。你应该买的，它们和你的风格简直绝配。或许我会回来找它们，我还有时间。真是个好主意。你还发现了什么？我还找到了一些美味的香料，它们会提升我的烹饪水平。香料能让一道菜焕然一新。你选择了哪些香料呢？我选择了藏红花和孜然，它们在很多食谱中都是必不可少的。真是绝佳的选择。我已经能想象到那些美味佳肴了。没错，用新鲜香料烹饪会带来显著的不同。确实如此。您在购物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其实不然，摊贩们都很友好热情。那当然是好事。愉快的购物体验会让购物变得令人享受。当然，我很感激有人愿意提供帮助。那么，你准备好回家开始做饭了吗？是的，我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我的新食材。我们计划尽快一起吃顿饭吧。第二课，旅行的乐趣。旅行绝对能让我们学习和成长。我完全同意，它让我们大开眼界，了解不同的文化。每个目的地都能提供独特的体验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，我发现传统文化的多样性真是令人着迷。是的，例如，不同国家的食物差异很大。没错，尝试新菜式是我最喜欢的旅行环节之一。你有没有尝过什么特别的东西？哦，是的，我曾经在泰国吃过油炸昆虫，味道出乎意料的好。听起来真刺激，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。你可能会感到惊讶，旅行鼓励我们走出舒适区。你说的对，每一次经历都让我们更加珍惜自己的文化。当然，它能培养我们对所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恩之情。它还能帮助人们与不同背景的人们建立联系。是的，这些联系可以发展成长久的友谊。我在旅行途中遇到了一些非常棒的人。
我也是，和当地人分享故事能让体验更加丰富。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经历是什么？我曾经和意大利的一个家庭聊过天，他们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。太棒了！美食体验往往是最美好的。没错，那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和美食的夜晚。旅行确实能丰富我们的生活，不是吗？是的，它教会我们同理心和理解力。我相信每一次旅程都会给我们留下持久的影响。当然，每一次旅行都会塑造我们对世界的看法。我们一起计划下一次冒险吧。第3课，策划一场完美的晚宴。我相信我们已经为晚宴准备了足够的菜肴。是的，我同意。我们完全不必担心这方面的问题。太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发出邀请函了吗？听起来是个绝妙的主意。我们应该邀请多少位客人呢？我当时想的是8个人，那样会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氛围。8个人是个好数字，它能引发有趣的对话。没错，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被包容。我们应该在邀请函中提及晚宴主题吗？当然，这肯定会让大家对这次活动充满期待。你心中设想的主题是什么？我想到了一个意式之夜，意大利面、葡萄酒，还有好友相伴。听起来真棒！谁不喜欢意大利菜呢？没错，我已经能想象到餐桌上大家的笑容。我们还可以播放一些意大利音乐来烘托气氛。好主意，营造一点氛围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我们是否应该注明需要自带饮料？是的，这样做很明智，它可以让客人参与进来。我会起草邀请函，您想审阅一下吗？当然，我很期待看到你的创意作品。我会确保它们既吸引人又有趣。太好了，加点幽默元素可以缓和一下气氛。是的，或许我可以补充一句关于食物的幽默语录。那太棒了，笑声是最好的良药。我将立即开始制作邀请函。我迫不及待的想把它们寄出去，看看大家的反应。第4课，职业抱负。嘿，我最近一直在思考我们的职业目标。真有意思，你有没有具体考虑过自己的情况？是的，我有。我正在考虑拓展目前领域的技能。听起来很有希望。你希望培养哪些技能？我想专注于领导力和项目管理。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技能，它们能为你打开许多扇门。没错，我相信他们会提升我在工作中的贡献。
你有没有考虑过参加一些相关的课程来帮助你？我有，在线课程看起来是个很灵活的选择。真是个好主意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。是的，我可以兼顾目前的工作和这份工作。说到平衡，你是如何兼顾工作和个人生活的？这可能很有挑战性，但我会努力设定明确的界限。这真是明智之举，保持平衡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。你呢？你的职业目标是什么？我正在考虑从事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。市场营销令人兴奋，是什么吸引你进入这个领域？我喜欢策划营销活动过程中所蕴含的创造力。有道理，创造力确实能带来改变。我也喜欢分析数据来了解消费者行为。将创造力与分析能力相结合是一种强大的技能。是的，我相信这能让我有效地做出贡献。你有没有想过想加入哪些具体的公司？我心中已经有了几个人选，特别是那些方法创新的人选。听起来太棒了，你应该联系他们。我打算这么做，建立人脉关系可以带来很多机会。当然，让我们互相支持，共同实现目标。第5课，历史之旅。你听说过那位在1917年重返战场的士兵吗？我没有。他怎么了？英勇服役之后，他回到英国伦敦学习医学。真是了不起。是什么促使他走上医学之路呢？他想帮助其他因战争而遭受苦难的人。这真是太值得称赞了，这展现了极大的同情心。的确如此，他目睹了太多痛苦，想要做出改变。他是如何平衡学业和战争经历的？这虽然充满挑战，但他意志坚定。他的经历激发了他的热情。真令人鼓舞。他在求学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？是的，战后适应平民生活很困难。我能想象，这种转变一定非常令人不知所措。的确如此，但他从学业和医学界找到了慰藉。太好了，同伴的支持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当然，他与同学们建立了长久的友谊。他专攻医学的哪个领域？是的，他专注于外科手术，想要救治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外科手术需要稳健的手法和高超的技巧。的确如此，他的决心使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。多么精彩的旅程！这是坚韧不拔精神的最好证明。是的，他的故事提醒我们治愈的力量。这也凸显了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的重要性。没错，
他把自己的创伤转化为了行善的力量。我认为应该多分享像他这样的故事。我同意，他们激励我们克服挑战。让我们继续一起探索这些引人入胜的历史。是的，我非常乐意。历史能教会我们很多东西。第6课，摄影的艺术。你好，你有没有尝试过摄影？是的，我喜欢用相机记录美好回忆。太棒了！你最喜欢哪种类型的摄影？我特别喜欢人像摄影，它能讲述故事。肖像画真是太吸引人了。你觉得一幅好的肖像画应该具备哪些要素？我寻找的是真挚的情感和独特的表达方式。这真是个好方法，它能为图像增添深度。没错，我也喜欢尝试不同的拍摄角度。拍摄角度可以极大的改变照片的效果，不是吗？没错，有时候仅仅改变一下视角就能带来巨大的改变。你尝试过拍摄风景照吗？我有，大自然提供了如此美丽的背景。我同意。你拍摄过的风景照中，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张？我曾经拍到过一幅令人惊叹的山间日落美景，那真是太美妙了。听起来太美了，我能想象到那里的色彩一定非常鲜艳。果然如此，天空变成了橙色和粉色。大自然的确是摄影的最佳画布。当然，我也很喜欢捕捉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的自然瞬间。抓拍可以展现真实瞬间。没错，那些抓拍的照片往往能讲述最好的故事。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相机或设备推荐？我用的是单反相机，但智能手机也能拍出很棒的照片。没错，现在很多智能手机都具备非常出色的拍照功能。没错，关键在于你如何构图。那么，你打算从事摄影专业吗？我正在考虑，我非常乐意与他人分享我的热情。听起来是个很棒的目标，你应该努力实现它。第7课，可持续的未来。你有没有想过未来的资源？是的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。我们不能抵押子孙后代的物质财富。没错，这样做会危及他们的未来和生活质量。我们必须考虑我们今天的行动会对子孙后代产生怎样的影响。没错，可持续发展对地球的健康至关重要。我完全同意。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促进可持续发展？我们可以从减少浪费和更有效的回收利用开始。没错，点滴努力都至关重要。那么，使用可再生能源怎么样？
这真是个绝妙的观点。太阳能和风能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。我们也应该鼓励其他人采纳这些做法。当然，教育是提高公众意识的关键。你有没有看到任何以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的本地举措？是的，这里有社区花园，而且定期举办清洁活动。这些举措不仅美化了环境，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。的确如此，社区参与能够增强我们的集体努力。交通方面呢？我们可以推广自行车出行和公共交通。真是个好主意，它能显著减少碳排放。此外，骑自行车既能保持活力，又能帮助保护环境，是一种有趣的运动方式。我同意，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。让我们一起制定计划，参与一些本地活动。我非常乐意，我们携手就能产生积极的影响，并激励其他人加入我们，共同踏上这条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。没错，在构建更美好的未来时，每一个行动都至关重要。第8课，伦敦的魅力。这些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建筑以其哥特式建筑风格而闻名。是的，它们太美了，那些精巧的细节真是令人着迷。我们也不能忘记被称为大本钟的大钟的钟声。没错，它可是伦敦的标志性象征。你听过它发出铃声吗？那声音相当震撼。是的，我听到了，声音响彻整个城市。它给气氛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魅力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，我听着它，感觉就像置身于童话故事里一样。许多游客专程前来体验那一刻。我能理解，这些建筑背后的历史非常引人入胜。的确如此，每座建筑都有它自己的故事。你知道大本钟屹立了多久了吗？它自1859年以来就一直存在，这真是一段辉煌的历史。真是令人惊叹，想想它见证了多少变迁。它一定见证了伦敦这些年来的发展和演变。没错，这正是这座城市悠久历史的最好证明。你还参观过伦敦其他著名地标吗？是的，我最近参观了伦敦塔，真是太棒了。真是个绝佳的选择，那里的历史既引人入胜，又有点诡异。我同意，了解英国王室珠宝对我来说是一大亮点。我能想象，每次来都会有新的发现。这加深了我们对这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欣赏。那么，我们计划花一天时间一起去探索更多名胜古迹吧。第9课，准备过圣诞节。12月终于到了，你开始准备圣诞节了吗？是的，我花了很多时间为假期做准备。
听起来真不错。你最喜欢准备过程中的哪个环节？我喜欢装饰圣诞树，每个装饰品都有它自己的故事。太好了，我也喜欢回忆过去的假期。没错，圣诞节前的每个月都感觉很特别。你对每个月不同的传统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这太迷人了，每个月都有其独特的魅力。例如，11月充满了感恩之情，因为有感恩节。是的，它为12月和节日气氛定下了美好的基调。1月通常给人一种反思和重新开始的感觉。没错，这是一个思考来年的好机会。你们在12月有什么特别的传统习俗吗？是的，我每年都会和家人一起烤饼干。听起来真好吃。你都做哪些类型的饼干呢？我们制作姜饼、糖饼干和薄荷巧克力脆片。哇，我已经能想象到屋子里弥漫着美妙的香气了。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体验。你们有没有建立什么自己的传统呢？我有，我喜欢在这段时间去当地的动物收容所做义工。这真是太值得称赞了。回馈社会是这个季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没错，它让我们想起帮助他人的快乐。我认为这才是圣诞节的真谛。当然，那么你12月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？我想去听一场节日音乐会，也想逛逛当地的集市。这些活动听起来很有节日气氛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个季节吧。第10课，明智的旅行计划。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前预定行程，以确保获得最优惠的价格。当然，提前规划可以帮我们省很多钱。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住宿选择。没错，我喜欢有多种选择。你是否曾经因为等待时间过长而错失良机？是的，我曾经就因为晚几天而错过了一次非常划算的机票。真是太遗憾了，我能理解你的沮丧。它让我认识到早期研究的重要性。我完全同意，我今天就开始研究我们的各种方案。听起来不错，你们考虑去哪些地方？我当时在考虑去海边度假，阳光和沙滩听起来就很完美。海滩听起来很棒，你有没有具体想去的地方？我正在考虑去加勒比海，那里的风景美得令人窒息。加勒比海真美，你查过那段时间的天气预报吗？我会调查一下，天气确实会对我们的体验产生很大影响。是的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避开雨季。那你们有什么活动安排吗？我们在那里的时候，你们想做什么？我很想尝试浮潜，探索当地文化。
听起来棒极了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当地美食。当然，美食会让旅程更加难忘。所以，我来研究航班和住宿，你来探索活动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结合各自的发现，制定出最棒的旅行计划。我迫不及待的想开始计划了，这将是一次冒险。第11课：暑期工作的价值。北美许多年轻人会在上高中或大学期间打暑期工。没错，暑期工能提供宝贵的经验。是的，确实如此。你认为这些工作有哪些好处？首先，他们有助于学生培养必要的工作技能。我同意，沟通和团队合作等技能至关重要。此外，暑期工作还可以教会人们时间管理能力。没错，平衡工作和学习是一项宝贵的经验。他们还可以向年轻人介绍不同的职业道路。这真是个好观点，探索不同的领域可以指导未来的选择。你以前做过暑期工吗？是的，我曾在一家当地书店工作过，那段经历很棒。听起来真棒！你最喜欢它的哪一点呢？我喜欢向顾客推荐书籍，这让我很有成就感。我能想象，帮助别人找到合适的书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。你呢？你暑假有打工吗？我曾做过夏令营辅导员，这份工作既充满挑战又很有趣。听起来真棒！你们组织了哪些活动？我计划了艺术手工、体育运动和自然远足活动。太棒了！你一定培养出了非常出色的领导能力。是的，我学会了如何管理一群精力充沛的孩子。这些经历塑造了性格，不是吗？确实如此，暑期工可以改变人生。他们也教会了孩子们赚钱的价值。当然，为特别的东西攒钱确实很有动力。那么，你认为应该鼓励暑期工作吗？毫无疑问，他们提供了重要的人生经验。我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抓住这些机会。第12课：了解司法系统。大多数英语国家司法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。是的，我很想知道你指的是什么。这是无罪推定原则，即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推定无罪。这是一个基本原则，为什么它如此关键？它确保个人在法律诉讼中受到公平对待。没错，它能防止冤假错案。是的，而且它将举证责任放在了控方身上。这很有道理，被告不应该被要求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正是如此，
这是公正司法体系的基石。你认为还有哪些因素很重要？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是另一个关键方面。我同意，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卫的机会。公正的法官对于确保公平至关重要。绝对如此，偏见会破坏整个司法程序。此外，获得法律援助至关重要。是的，如果没有律师，个人可能很难应对整个司法系统。那么，陪审团在这些制度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？陪审团在判定被告有罪或无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没错，他们反映了社区的价值观和观点。这些要素如何协同运作，真是令人着迷。的确如此，他们为公正和问责制构建了框架。你认为这些原则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吗？虽然这些都是理想状态，但该体系中仍然存在挑战。没错，努力进步非常重要。是的，持续对话和改革是必要的。我很感谢我们对此话题的讨论，这很有启发性。我同意，理解这些原则有助于我们理解正义。第13课：公民义务与改革。必须捍卫必要的改革，使其免受轻易攻击。当然，我们这样做对我们国家大有裨益。没错，一切都始于我们对当前问题的理解。您对目前的改革状况有何看法？我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许多观点都值得捍卫。我同意，倡导变革确实充满挑战。是的，但我们必须坚定自己的信念。你认为人们普遍了解必要的改革吗？有些人已经了解这些问题，但许多人仍然需要接受相关教育。没错，知识就是力量，它能帮助我们倡导变革。您认为最迫切需要进行的改革是什么？我认为教育和医疗改革至关重要。这些领域影响着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。没错，改善医疗服务可带来更健康的社区。你有没有考虑过如何让其他人参与到这些讨论中来？我有，组织社区论坛可能会很有效。真是个好主意，这可以为对话提供一个平台。此外，它还能让人们表达他们的担忧和想法。没错，集体的声音可以带来意义深远的改变。我们可以鼓励当权者倾听选民的声音。没错，追究他们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。那么，让我们开始计划这些论坛，并邀请我们的邻居们参加吧。我非常乐意，我们可以一起开启重要的对话。第14课：
如何获得医疗帮助。令人欣慰的是，我们晚上也能获得医疗帮助。没错，别担心，他们随时准备为我们提供帮助。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。当然，健康问题随时都可能发生。你有没有在深夜寻求过医疗帮助？我有过，我曾经头痛的厉害，一直没好。听起来真让人难受。你去哪里寻求帮助了？我去了附近一家24小时诊所，他们服务很周到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真是太好了。他们是否立即提供了帮助？是的，他们迅速评估了我的情况，并给我开了药。知道需要时有专业人士提供帮助，让人感到很安心。没错，把健康放在首位至关重要。如果有人晚上不敢寻求帮助，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？我会告诉他们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这是明智的建议，忽视症状可能会导致并发症。是的，如有疑问，最好咨询医生。还有其他资源可以用于处理深夜医疗问题吗？是的，很多地区都提供远程医疗服务。听起来很方便，通过电话咨询医生确实很有帮助。当然，它能让你足不出户就能获得指导。所以，如果有人不确定，他们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一下吗？是的，很多医生都可以通过电话评估症状。太棒了，这有助于减轻寻求帮助时的焦虑。没错，健康是头等大事，无论何时何地。我很高兴我们能够依靠这些资源。